Hello， 大家好，宠粉的仪态又来了。在一些大型晚会现场，明星假唱已经屡见不鲜。那么，当明星假唱被当众戳穿后，他们有什么反应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看吧。范冰冰当年在某公益晚会上上台演唱，趁着间奏期间，她想和台下观众互动一下，结果互动了半天，话筒就没有声音。但明明刚刚唱歌的时候有声音啊！观众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范冰冰假唱了。顿时现场传来观众整齐划一的嘘声，假唱被当场拆穿，可以说是尴尬至极。不过好在范爷没有狡辩什么，只是红着脸配合着继续假唱，唱完了整首歌。范爷的态度好歹也算诚恳，而韩雪假唱被拆穿后，态度就有点让人难以接受了。2019年4月20日，韩雪的音乐百叶行来到了宁波站的表演，在整场3个小时的表演中，本该演唱的20多首歌曲，在后来被爆出来全部是由录音代替的，韩雪真正演唱的甚至连1首都没有。讽刺的是，演出结束后，韩雪发文称，这是一场前无古人的最特别的音乐剧，缔造了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一时间引起了所有网友的愤怒。眼看怒火越来越大，韩雪这才说出了下面这段道歉声明，但依然没有取得网友们的原谅。既然身体抱恙，那为什么不选择取消演出呢？同一年，水果卫视的小年夜春晚上，王大陆和林允同台演唱了分轮海的《只对你有感觉》。林允的表情和动作确实没有什么问题，但歌词儿却一个没对上。更尴尬的是，林允还在不知不觉中抢了原本属于王大陆的词，可能自己也发现了不对劲儿，赶紧闭嘴。或许两人真的觉得这歌太难唱了吧，后来索性直接放弃了对口型，用动作来代替。还有沈梦辰和张天爱也是典型的对嘴型都没对上，可能两个人也意识到了嘴型没对上的问题，后面直接放弃，只跳舞不张嘴。上面这几位假唱翻车了还没那么尴尬，毕竟大多都不是专业的歌手，可当专业歌手假唱被拆穿，那才真的是尴尬到想找个墙缝钻进去。2007年北京卫视的春晚上，梁咏琪正在演唱自己的代表作《短发》，结果当时梁咏琪的高跟鞋一不小心踩到了边上的伴舞，当场摔到了地上。可谁知道梁咏琪人倒下去了，声音却没有倒下。伴随着歌声的继续播放，梁咏琪整个脸都青了。对于专业的歌手来说，可以想象这是有多么尴尬。比梁咏琪更惨的则是陈小春，她险些因假唱挨打。在一次商业演出中，山鸡哥边唱边跳，引得观众一阵欢呼。可是当女粉丝上台献花时，她手中的话筒不慎掉落，假唱的事实彻底暴露，这也随之引来全场2万人的狂嘘。一名愤怒的男观众更是冲上台前怒摘陈小春帽子，试图对其挥拳。山鸡哥见状立马向观众道歉，并且还真唱了一首歌弥补观众的损失，这才算平息了一场风波。没想到多年后，山鸡哥和老婆应采儿在跨年晚会上演唱《黄豆》，又是一场精心表演的假唱。在话筒还没送到嘴边的时候，声音就出来了，中间也有好几次都没对上嘴型，最后应采儿自己都笑场了。不过机智的应采儿直接亲了陈小春，不仅现场撒了一把好狗粮，也是化解了尴尬的气氛。后来应采儿还发文主动承认了自己假唱，表示自己被发现了，以后让陈小春还是不要找他做嘉宾了。讽刺的是，观众厌恶假唱，业内专业人士抵制假唱，歌手本人也不想假唱，但假唱事件却还是频频发生，并且一个比一个离谱。一首《征服》让那英火遍大江南北，也奠定了那英歌后的地位。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实力派歌手，也会利用假唱投机取巧。2016年的一场演唱会上，那英本来声情并茂地演唱着，但是在和台下观众握手互动时，却有观众撸走了她价值100万的戒指。那英当场大喊：“完全忘了自己还在唱歌，而他的歌声此时还回荡在会场之中，让观众目瞪口呆。事后，那英遭到了强烈指责，可是他自己却不以为意地说道：“录音也是我唱的，怎么能是假唱呢？”而针对自己假唱翻车的事情，他说：“那个我还不尴尬，那个是大，不能把我戒指。”2006年，韩红在参加央视节目《我们有一套》时，和当时19岁的阿兰合作演唱了自己的成名作《天路》。当时的韩红为了鼓励新人，让阿兰先行演唱。阿兰唱完一段后，轮到了韩红演唱。可没想到的是，韩红的话筒还没有拿起来，歌声就飘了出来。黄昏，我站在高高的山。于
是他慌张地拿起了话筒演唱。导演为了弥补事故，故意把镜头切给了阿兰，想证明歌声是用阿兰发出的。可是无奈韩红声线太有特色，穿帮已经显而易见了。将假唱推向风口浪尖的当属萨顶顶。在2016年的央视元宵晚会上，萨顶顶在舞台上激情演唱着，全人忘记了逐渐被拿反的话筒。相信这个片段很多人都看过，可谓是假唱名场面。虽然萨顶顶反应很快，快速将话筒在空中来了个180度旋转，但毕竟是央视舞台，还是那么大的晚会，这件事情自然不能就这样算了。后来萨顶顶公开回应了这件事情，别骂了，下次演得更惊喜些，大家消消气。看得出来这是一句高情商的回应，结果谁也没想到这件事情后来居然在网上发酵，甚至掀起了一股模仿的热潮，甚至连英国的《每日邮报》也用了很大篇幅来报道这件事儿，还用上了痛苦尴尬的时刻来形容萨顶顶。若论假唱的夸张，比起下面这位假唱歌手，萨顶顶算得上是小巫见大巫。这位名为王佩然的歌手在一场文艺汇演中秀出了被称为史上最淡定假唱的操作。在网上流传的视频里，王佩然在一开始就拿反了话筒，但与及时醒悟的萨顶顶不同，王佩然硬生生的以此完成了5分钟的歌唱表演。如果不是反拿话筒画面冲击性太强，看着王佩然生动的肢体动作，观众们差点就信了他是真唱。更夸张的是，就连考验选手现场功力的选秀节目也出现了假唱选手。2019年的音乐节目《下一站传奇》中，有一位名为陈泽宇的选手，就公然使用录音带演出，试图以对嘴型的方式蒙混过关。他的假唱最终没有逃过现场导师的眼睛，导师席上的海泉对此无奈摇头，宋茜则直接按了淘汰键，场上音乐瞬间停止，陈泽宇傻傻的站着，不知所措，退出了舞台现场。当然了，假唱现象不止发生在这些歌手身上，过去20年的乐坛里，类似例子实在是多到数不过来了。比如凭借忐忑火遍大江南北的龚丽娜老师，就曾因为2002年的那场假唱自责至今。她甚至在自传《走自己的路》中写下：出场费很好，接待很好，宾馆也很好，但我是假的。那天他赶去连云港参加活动，主办方对他的要求是不需要真唱歌，只需要把歌词背下来，对着流程走口型就行了。等到演出正式开始，虽然龚丽娜久经舞台，但依然被眼前的情形给震惊住了。那是一个艳阳高照的晴天，她穿着长裙和高跟鞋，站在偌大的舞台上来回走动，对着口型。台下的观众一看是大明星，互动的热情也很高。虽然在舞台上和观众互动早已司空见惯，但这次龚丽娜的压力却出奇的大，因为以前哪怕是假唱，基本上也是在各种晚会上站在舞台上，压根儿看不到观众的脸和眼神。但这一次是白天，当自己拿着话筒假唱，再看下台下观众期待的眼神时，他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羞耻。巧合的是，几个月后，崔健在北京发起了一场真唱运动。当天除了到场支持崔健的粉丝和一些不知名的音乐人外，罗大佑也亲临了现场。可以看得出来，崔健对抵制假唱下了很大的决心，但决心终究没用。崔健在摇滚圈固然有着一定的名气，但在整个娱乐圈来看，依然还是杯水车薪。这场真唱运动也就这样无疾而终了。其实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央视就开了假唱的先河，但是当时是因为现场演唱设备太过简陋，于是为了避免发生事故，就采取了假唱的方式。就连著名的歌唱家李谷一老师也只是对口型演唱，不过为了效果逼真，他也会反复练习，保证万无一失，绝对对得起观众。如今的乐坛已经不比当年，音乐设备不断升级，舞美也越做越好，但假唱还是频频出现，甚至让敢于真唱的歌手被市场抛弃，这无疑是劣币驱逐良币。而之所以会造成如今的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各大晚会、电视台对假唱的默许，假唱艺人对自己行为的戏谑态度，都让其他人对假唱习以为常，失去了敏感度。好在为了能够改变现状，有关部门拟定禁止假唱以及为假唱提供条件，如若违反规定，艺人和主办单位将能够受到处罚。消息一出，网友拍手叫好，假唱艺人或许并不会就此消失，但是至少会有所收敛。好啦，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就请多点和关注，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